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今天來到節目求助的2組嘉賓，歡迎他們。本期第一对情感嘉賓，阮先生49歲，來自武漢，自由職業；張女士46歲，來自武漢，自由職業。他們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呢？感情中最大的問題，他就像生活在女人堆裡的賈寶玉，我根本就融不進他家。他總是胡思亂想，把我的家人當成假想敵。他從來就不在意我的感受，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我覺得我已經做得夠好的了，為什麼一定要把一點小事情無限的擴大的呢？希望對方做出的改變。不要總是冷暴力，把我放在第一位。做事情別這麼極端，不要天天尋死覓活的，行不行呢？您2位現在的關係是？我們結婚快10年了。有孩子嗎？沒有。36、39才結的婚嗎？結婚這麼晚嗎？我們是2婚。前面2個人有孩子嗎？我们现在都有孩子，所以我们俩没有要孩子。說起這個事兒，我就挺傷心的。我們結婚2年以後，當時我懷孕了，我就特別想留下這個孩子。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孩子懷着懷着他就沒有胎心了，我就小產了。當時小產了，他們家人就會過來看我們，對不對？然後來看病人肯定會帶着紅包啊、水果啊。他們家可好，他們家帶來的紅包就直接給他了，然後帶來的雞湯都是直接添給他的，最後給你了呀。然後帶來的水果也是他媽媽把皮兒都包得一半一半的，然後說：“哎呀，快點來吃水果。”我可倒好，我像一個道具一樣，我就在那個地方坐着，都沒有人問，然後我心裡好傷心，然後我就跟媽說：“我說我也要吃。”活了你吃了呀？對呀，但是我爭來的好不好？如果我不爭就沒有啊。然後那個紅包大家都知道。就是家裡老人會做人的，都會把紅包給到自己的媳婦，對吧？就是媳婦拿錢了，開心了，然後跟老公關係好了，小家庭好了，然後大家才比較穩定，對吧？上次我坐月子的錢也是直接給他的，然後過年的紅包，然後我上門的紅包，這種紅包都是直接給他的，我很受不了，我覺得我像個外人一樣。你說男方的紅包給男方，女方的紅包給女方，你說對不對？關鍵是這個紅包給到最後都給了女方了，我1分都沒拿。那不都給你了嗎？但最先開始是給到他的，是讓他先開心才給到我的呀。而且不僅僅是錢方面，還有人方面。上次他的那個咽喉做手術，他從那個手術室推出來的時候，我還沒來得及上前呢，他的2個姐姐，他的姨呼啦一下就衝上去了，他的大姐在左邊把他的手拉在懷裡捂着，哎呀，你冷不冷啊？他的2姐站在右邊摸着他的臉，你疼不疼啊？你醒了沒？搞得我一個老婆像外人一樣。你為什麼會總覺得自己在這個家像外人？這個我要強調一下，因為我跟他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差異。因為我本身我家裡是很多女性，然後我確實有2個哥哥都夭折了，所以家裡非常疼愛我。我有很多舅舅啊、小姨啊、2個親姐姐。所以從小就是蜜罐裡面長大的，所以我的性格就比較溫柔，比較細膩。當時他也是看中了我這一點，對他照顧的不知道多好，是吧？那眾多的競爭中，我脫穎而出。但是呢，他呢，因為我不想說，因為他是一個孤兒，他父母很早就沒有，所以他的家庭裡面有很多缺失，所以他的見不慣別人太過親密了。那不是你們這麼親密好嗎？他們每天都要打電話，每天打。每2、3天就要見1次面，不為什麼，就是所以他總是覺得我的家庭呢是他的假想敵，總要把我奪走。每一個星期就要在一起聚餐，而且他們聚餐老師你知道嗎？比如說他姐姐點了一杯奶茶，他用吸管打開喝了2口，然後他說太甜了，他就會說你拿去喝吧。他們倆就共用一個吸管。那是我親姐姐啊。他們坐在一起沙發上面看電視的時候，他姐姐和他是頭靠在他的肩膀，然後他的手就這樣摟着他姐姐的肩膀，從遠處看還以為你們是夫妻呢。我跟我弟弟也這樣啊。他就想把我從那個家庭裡剝離出來，
唯一屬於他。那本來你是我的老公，好不好？你就應該陪着我。我陪着你了呀。而且有一次我們吵架了，那天他晚上居然都没有回來，我都忍住一晚上沒聯繫你。後來第二天白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就給你打電話。果不其然，你在你姐姐家，我把我老公拎回家了。他姐姐還跟他打電話問你今天要不要再來呀？他就把這個事情歸咎我姐姐。姐姐對弟弟關心，說你們好了沒有，還需要什麼幫助，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他就會認為這個事情是把我從他身邊奪走了。他從頭到尾都沒有關心過我，沒有問過我，通通都是在你冷不冷，你餓不餓，你累不累。所以在這種背景下，他的那種性格就是那種冷暴力，遇到事情就是躲，就是回避，就是逃。有一次我們倆出去吃飯，和朋友在一起，可能吃飯的時候呢，我說了2句重話，就沒让他在朋友面前，你知道没給我面子呀？結果出來的時候，他就跟我大吵了一架，一氣之下我扭頭就走了。我想着這麼晚了，都12點多鐘了，我一個女孩子在街頭是吧？你肯定要過來追我一下吧？結果他沒有。然後當時晚上都已經走了2點多鐘，我實在走不動了，他也沒聯繫我，我就只能打個車回去。打車的司機是一個大叔，你知道，一個陌生人都知道關心我。他說你給你老公打個電話，我一打電話他關機了。他每次就這樣，他關機了我也聯繫不上他。先把我惹毛了，然後自己還要我舔着臉去哄他。那你如果你愛我，你哄哄我不應該嗎？我哄了你啊，但是你不至於說一哭二鬧三上吊啊。他當時跟我在一起頭幾年確實很甜蜜，對我兒子也挺好。然後過了3、4年，我感覺他就漸漸的就厭倦我了，他就不愛我了，他就對我話裡話外就透着就不過了，算了，我們就離婚。然後他就跑到我們另外一個區有套房子，他就跑那邊去了，那就是跟我分居的意思呀。那我肯定又不可以呀。然後我當天晚上我就追過去了，他就不接我電話，他也不聯繫我，他就跟他同事和朋友出去喝酒，出去唱歌。當時也是很晚，也是快凌晨1點多鐘，我聯繫不上他，我心裡特別難過。老師你知道嗎？就是那種一個男人對你那麼好，然後突然他又不理你了，那種撕裂，那種疼痛，又很冷，天又起了很大的風，我一個人好難受。我就在天台上面，在我们家有20多樓，我就坐那個陽台上面，我就一邊哭一邊給我好朋友打電話，我說我聯繫不上他了，他不接我電話，你能不能幫我跟他說一下？朋友給他打電話，老師你知道他幾點才回嗎？他3點才回。我給你打個電話了，只是我的解釋不是你想要的那個樣子，你非要按照你的意思來做，那我覺得，那你既然不冷靜，那就算了吧，不說了吧，稍後再講吧。他總覺得我對他不夠好，結婚10年了，家裡99%的家務活是我做的，擦地、擦櫃子。你別說家務了好不好？你說那個事我就來氣，他的那個做事情他就很拖沓，不知道是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待久了。你說我們下班回到家都已經7點多了，作為我們這個年齡，他都快50了，他10點鐘得睡覺吧，養生覺對吧？要不然會耽誤第二天工作。那7點多到10點就3個小時，3個小時我們要做飯，我們要吃飯，要洗碗，要洗澡，要做家務，然後剩的那點點時間，我們有時間再來玩玩手機，玩玩遊戲，對吧？他可倒好，每次都是我做飯，每次都是我做飯。我做了飯以後，他就在那邊開始玩手機、玩遊戲，一直玩到他想起來有這個事情了，你說完了嗎？他才來洗碗。你說完了沒有？我可以說了嗎？他總認為我對他不好，但是男的認為對女的好的方式不一定非要說甜言蜜語啊，沒怎麼樣的，對不對？我結婚前買的房寫他一個人的名字，我買的寶馬車寫他一個人的名字，我買的公寓樓寫他一個人的名字。他20多萬的信用卡，我一個人還了，沒讓他還1分錢。10年來，他賺的每分都他自己手上，從來沒給我。家務活從頭到尾都是我幹的，做飯做菜，那個菜是我洗乾淨、切好裝盤，他把菜倒到鍋裡面去，加調料炒熟，跟我講填起來，我就盛起來之後可以吃，吃完之後他就完了，剩下事情全部是我幹。我有個習慣是，吃完飯之後能懶一下，對吧？喜歡玩個手機，玩個半個小時，有時候玩長了一點，1個小時以後也是我的碗，我在洗。我說從來不需要你沾水，10年來是不是一直這個樣子？算是吧。哇，是。你好幸福，好羨慕啊！雖然你們是再婚，但是他的房子、車子都寫你一個人名下，是事實嗎？是，但是我覺得他不愛我。那他還就是不愛他。怎麼愛呀？我的天哪！可是我覺得你不在乎我的情緒，每次一吵架你就回避我，一吵架你就回避我，你每次都不在乎我，你回避我，我就用更冷酷的方式對待你。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包容他，我每天花14個小時以上陪着他。
我觉得我真的已經很付出了，唯一就是怎麼樣，就是我這幾年的收入可能下降了。我現在因為我還要養我的以前的這個女兒，對吧？我還給她贍養費，家裡的錢呢，我確實承擔的少，這幾年她確實承擔的多一點。然後她就說我摳門，那本來就是很摳搜，燒開水明明能燒一壺，他燒半壺，然後不要的衣服明明可以扔掉，他要做抹布。你說你做抹布吧，你就剪得好好的，对不对？他剪的手掌這麼小，這麼小抹布怎麼用啊？不是，你每次都摳摳搜搜。來，对，誰用抹布？是不是我在用？燒開水，我說家裡就2個人嘛，燒個半壺水喝一天，第2天再燒是吧？他覺得，哎呀，倒個水倒一半，這水都沒有嗎？就是小事上面你都不願意遷就一下我，那你明知道這個事情我不開心，你就不能遷就一點點嗎？我還不遷就嗎？今天早上吃個自助餐，我跑了10趟。啊？為什麼？我盛個稀飯是吧？我喜歡盛個2/3碗，我在底下吃。他說你不盛滿，好，我又跑一趟蒸滿。吃完之後他說鹹菜又不夠，又9點。我說你要什麼我給你跑，沒問題。他說太少了，我已經裝一滿。他說裝一滿才吃不完。就為這種很小很小的事情，他非要跟我爭，非要跟我鬧，我就覺得他在幹嘛呀？你跑了10趟的時候，他在幹嘛？他要坐着吃啊。我們這個習慣是一直這個樣子的。哇，我也接受。這哪兒找的老公啊？哈，我不怕去付出，沒問題。但是我不希望為了小事去爭執。咱們把他列下來，回去也要求家裡邊的老公。他就是一個男的，但是他就跟那個女的似的，就是性格就那麼磨磨唧唧的。不影響我們了，我們倆是我們倆。我覺得他跟他原生家庭靠太近了，他也不愛我，我覺得。还不，哎呦我的天！你再说這句話，你氣死我們在場的。來，在場有一個算一個，來，姑娘，愛嗎？太愛了！你要是換了我身邊這個男的，你得氣死啊！來，好，於老師，這算愛嗎？我覺得你照顧真的是很周到了。來，品紅姐，算愛嗎？哎呀，愛的都不知道該如何了。我真恨不得我們下面女導演，我都給你問一圈，真的。我們以前旅遊的時候，所有的費用全部是我一個人出，我還隨身帶着水壺，帶着零食，就像那個帶小孩出去玩一樣的，冷了、熱了、鹹了、渴了，隨時給他奉上。他總是有時候說笑，他說我就是一個行走的哆啦 A 夢，要什麼有什麼。突然紙巾，哎，紙巾來了，哎，抹布來了，哎，手口渴了，水來了。我能冒昧的問一句嗎？你這麼好的一個丈夫，上一段婚姻為什麼會走散呢？是因為我前妻她可能就是我認為她不是很這個自律或者不長進，因為當時可能我們的差距可能會慢慢的拉大了。但是分開之後，我一直在養我的女兒，現在在上大學，因為費用也是我在出。然後甚至他兒子當時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們也一起在住。然後我對他兒子也非常的好，我也給他兒子費用。當時因為他跟他前夫之間有一些吵了不是很愉快，所以他兒子的抚養費也是我在出。也就是說，你幫他養兒子？我是在養兒子呀，現在還在養啊，只是說現在工作了不需要我們承擔了，但是我們的關係會很好。女士，方便問一下您上一段婚姻為什麼結束嗎？我覺得我前夫也是挺不求上進的。他在家裡有很多遊戲機，很愛玩，他每天就是玩，然後對我跟孩子都沒有怎麼照顧。你兒子跟他的關係怎麼樣？挺好的。我們今天有一段電話採訪是女方的兒子的啊，我們一起來聽聽這個女方的兒子說了些什麼。其實都這麼多年了，我挺感謝我爸的，我覺得他有時候對我其實挺不錯的，我從他身上真的學到了挺多。而且我心裡都明白，其實我媽她就是這樣一個人了，她其實本來就沒有什麼壞心思，但就是因為太愛我爸了，才會這樣的。我就想跟我爸說，我現在也長大了，你要真有什麼煩心事兒，你就其實可以給我打電話，大不了我陪你出來喝一頓嘛。但是我媽，我覺得我就可以托付給你了，你倆好好的，我覺得比啥都要強。哎。這兒子真是個好兒子啊，挺了解他，兒子都比他懂事啊，懂事理的好孩子啊，他明事理啊。我說兒子都比他懂事，而且一口一個我爸的。你們2個人再婚了就叫你爸是嗎？剛開始在一起還沒有，可能過了2-3年吧。他自己改的還是主動要求的？他自己的，自己就改了。那他自己改，那就證明就爸爸做得好，對你的認可。對，兒子這就證明他跟你兒子之間的關係非常好啊，確實我很感激他。那您今天提出一下您的希望，您希望這個男人還做到哪些才能達到您心中的那種他愛我？我覺得讓他跟他原生家庭遠一點，然後多把心思放我身上。
他还要怎麼把心思放到你的身上？你說一些具體的表現。比方說現在碰見一件事情了，我就不高興了，我就告訴你，我說我不開心了，我就希望你走過来哄哄我，然後就是搂搂我或者牽牽我的手，我就覺得我的需求被看到了，我的回應被看到了，我就這麼一點小小的要求，好不好？有啊，我陪着你一起走山玩水，每天都把你摟着，但是不可能24小時吧？大家都觉得这是不是的？那你看导师怎么說吧？你每次都覺得你沒問題，反正我覺得我沒錯，那你看看導師怎麼說吧。行，我們說之前，我們先聽聽張先生和王女士怎麼說。羨慕嗎？羡慕吧。作為女人，就是聽到這個的時候就知道，就是啥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是吧？沒錯。哎呀，女人這輩子要能活成這個樣子，我覺得也沒白活哈。我得向姐姐學習學習。你別學，千萬別學成這樣啊！我覺得大哥真的挺好的。我覺得姐還是得知足。大哥，其實男人都是一樣的嘛，我們都是想自己吃一點苦，把好的留給家裡面嘛，留給自己的老婆。作為男人，我懂你的。你可少往自己臉上貼金了，我真的。待會兒再吵，你們倆不着急。行了，哎，聽聽老師們怎麼說。再婚家庭確實具有複雜性，但是你們這10年的再婚，我看不到多少的複雜性，但我看到了妻子不斷地在製造着人為的複雜性。他對你的信任，雖然再婚，自己買的房子寫你名下，自己買的車子寫你名下，你帶的孩子，他四通幾出，讓已經長大的兒子自覺自願地改口叫爸，你還要一個男人怎麼做呢？剛才說到原生家庭，您竟然會冷漠地說你和自己的原生家庭遠一點。我不知道他的父母、他的親人聽到以後是怎樣的一種感受。如果一個明事理的妻子是渴望着他和原生家庭關係好一點呢？難道做妻子的連姐弟親情我們都要吃醋嗎？但你們這個小家庭不像《紅樓夢》，很像紅燒肉，看看不錯，吃吃塞牙。原來是香噴噴的紅燒肉，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吃出塞牙的感覺呢？做妻子的，您看到的只是他的逃避回避，你有沒有看到他是疼你，他不想和你吵。做人要身在福中而知福，女人可以作，但作的要有度。你再做下去，恕我直言，這麼好的一個丈夫會被你作沒作跑的。我認為在一段親密關係當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去付出，就是在親密關係中，我們既要學會被愛的那種幸福感，也要擁有愛別人的幸福感。女生好像只有覺得別人愛你的時候，你才能感覺到幸福，你不會愛別人。我從頭到尾沒有聽到你就是你對他這種生活點滴的細微付出，我知道你是愛他的啊，但你缺失這個能力，那你的親密關係怎麼可能持續呢？其實我們每個人應該從愛別人當中也體會到幸福。其實你老公這點就，他愛你，他還不是說我被逼的，我對你好，我也覺得開心，是吧？這是一個正向的感受。你對我好，我也開心，這才是好的情感的流動。你缺了一半哦，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是這樣。我剛才反覆看你46、7歲了，怎麼跟小姑娘一樣蠻不講理的。父母過早離世給你帶來的這種創傷和陰影，說實話，別人沒有責任和義務幫你療癒。想要成長，想要擁有健康的心理，想要擁有富足的精神世界，那是靠自己療癒的。別人只能盡自己的力量去在旁邊鼓勵你、支持你，但是想要從那個不愉快或者陰暗當中走出來，得是你自己呀。你老人家是嵌在裡邊不出來了呀，本來他都把你拔出來了，你還不行，甩掉他再踏進去。所以我的建議也挺簡單的，我覺得愛肯定還是有很深的情感的，最初還是被彼此的優點吸引的。但是女生由於解決不了自己心裡的那個巨大的缺失，就是原生家庭給你帶來的創傷，那導致你不斷的去想證明所有我愛的東西都會拋棄我，像我的父母一樣。所以去療癒啊，去重新填滿自己的那些缺口，去學會好好愛他。
我跟你讲啊，一个懂得爱別人的人啊，女士，他不光會愛你哦，他會愛他所有愛的人哦。他正義是因為他會愛他的媽媽，他會愛他的姐姐，他才會愛你。如果他不愛他的媽媽，他不理他的姐姐，他和他們很疏遠，全部注意力都在你身上，我告訴你，持續不了太久，因為那不是他的品性。一個有愛別人、善良、願意付出的人，是他的一個完整的品性。我對誰都這樣，我甚至可能對待一個我路邊遇到的需要救助的人，我都願意付出愛心。你要接受他的一致性，他就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很細膩的，對誰都會付出不同的這種暖意的，給你的是最多的，就已經很好了。你要再說什麼跟原生家庭離遠一點，只關注我，那你就趕緊你也走吧啊！你也配不上他這份溫暖，好嗎？好，謝謝老師。我從兩個角度說。第一個角度，從稍微陰暗一點面說，他唯一讓你不滿的是他有一個親密的大家庭，你對他是嫉妒的。為什麼你的媽媽那麼愛你？為什麼你有那麼多一億的愛？為什麼你的兩個姐姐把你像寶貝一樣寵？為什麼我誰都沒有？所以陰暗的角度看到你對他是嫉妒和恨。所以你通過折磨他的方式來發洩你對他的這種嫉妒和恨，這挺可怕的。睡在你枕邊的這個男人，你對他滿是恨和嫉妒，只是因為他的原生家庭比你的原生家庭要幸福。其實恨當中還透露着一種情緒是什麼？最初的羨慕。我相信你選擇嫁給他，也是一開始看到了他這麼溫暖的大家庭，你羨慕，你希望能融入。但是很遺憾，在融入的過程當中，可能他的家人沒有那麼快的接受你，所以這讓你把羨慕變成了恨。你現在恨不得他孤家寡人一個，你就什麼都滿意了，因為你覺得那樣你倆才平等。這是他心裡不健康的地方。所以現在你們的關係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擰巴的地方，就是一個一直在付出，卻永遠都付出的不對；一個一直在索取，但是也不知道自己該要什麼。所以你們要認真的去討論一下，你們接受的愛的表達方式是什麼？否則的話，你的這個對他的嫉妒的心理會害了你們兩個人。張女士，告訴我，就是您剛才說的所有的事兒，哪件事您可愛？你要求一男的49歲，跟他姐姐、跟他姨、跟他親媽脫離關係，你覺得這事兒你做的可愛嗎？稍微有一點點過分。哦，不可愛。一個46歲的成年女性，孩子都懂事了，沒事就說我得怎麼着，您覺得自己可愛嗎？那事情凡事發生也情有可原啊，你不能老站在一個角度看啊。沒關係，我就問咱們做的事兒，哪件事兒是可愛的？您為什麼那麼急切的要求每個人都向您證明你老公愛你？你看，我們都覺得你老公對你挺好的。我們說你老公愛你的時候，你覺得開心嗎？還行吧。但是你獲得這樣的一個結果，是闡述了很多件不可愛的事兒吧？但是我這麼不可愛了，我老公還死乞白賴的愛我，爽嗎？我問一下老袁，我們都覺得你對你老婆很好，這是我們一致的看法，你覺得現在自己爽嗎？我覺得我的付出得到大家認可呀。你看，都有爽點。我用一個方式，他就是不愛我，你們看他對我多不好，你看他這麼也做不到我要求的，那麼也做不到我要求的，所有人都跟我說你老公好愛你啊，耶！然後我老公在那兒，你們看我多愛他，你覺得我這麼做夠不夠愛他？所有人都說哇你好愛他，然後你老公在那兒，耶！兩個人都有爽點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兒啊。但是這個模式繼續下去呢，有這麼一個可能的結果啊，就是人不能驕縱。現在他已經要求你和你的媽媽，你和你的親姐姐，你和你的親的姨媽都得翻臉，那這要求過分嗎？那不可能呢。對呀，你要繼續這樣縱容，可能還有更過分的。我聊了這麼半天，你判斷自己可愛嗎？你要是覺得可愛，你就繼續，反正你老公現在還在哄。你要是覺得不可愛，咱是不是換個方式？你老公也換一個反饋的方式，因為一種人格一定會培養出另外一種人格，相互培養，到最後形成模式，這就變成一互動模式，好嗎？我建議二位咱調整調整。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把时光倒流的话，其實我是挺希望在這一刻我們倒流時光，回到當初妻子失去父母的那一段童年時光裡。你失去雙親的那一刻，你應該也是迫不得已，不得不讓自己變成一個堅強的大人吧。那一刻你是不是覺得周圍很可怕？所有的事情都要你一個人去面對，你不能哭，你也不能喊疼，你就得這麼一步一步的活下來。但是我覺得當今天你也成為媽媽的時候，你應該懂得一個道理，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父母會自己主動心甘情願的把你一個人留在這個世界上，他們也有着不得不的理由。那你在想，從一個做母親的角度而言，你會不會希望你的孩子，即便在你不能照顧的那一刻，他也可以很明媚的、健康的、幸福的活下去，覺得完成爸爸媽媽留在世界上的那個心願了吗？差那麼一點點，對嗎？所以我覺得他找你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其實他的情感很複雜。你做的那麼多那麼好，我說句實話啊，我覺得你太像一個無微不至的父親了。是的，之前他也這麼說過我。但是他要的親親抱抱牽牽手，這是愛人。他對你的要求不僅僅是一個對於父愛的補償，他還希望你能像一個愛人一樣，所以他對你的要求是多角色的。我覺得你們两個人沒有太學會怎麼去做愛人，我是希望你們能夠很好的朝前走。你們两個人待會兒坐那兒也想一想老師們剛才說的話，好嗎？謝謝你們，我們請兩組嘉賓交換一下位置。本期第二對情感嘉賓，張先生27歲，來自四川，主播；王女士23歲，來自四川，主播。他們遇到了怎樣的感情問題呢？感情中最大的問題，他就是挑刺兒，我們一家子他都看不順眼。他太抠门了，所有跟錢有關的事兒他都要跟我算計。他總是疑神疑鬼，恨不得我天天綁在他身上才行。他就是個媽寶男，什麼都聽他媽媽的，永遠不向着我。希望對方做出的改變。別總沒事兒找事兒，好好跟我過日子，生個娃不行嗎？給足我安全感，多為我考慮一下，否則生孩子免談。情感問題無人傾訴，渴望專業的解答與指引，即刻打開微信，掃描屏幕二維碼，添加愛寶小助理的微信號。每天晚8點，微信視頻號官方直播間，資深情感導師暖心陪伴，還可以獲得專業律師的專屬服務，為您的情感保駕護航。讓我們祝您解鎖生活幸福秘籍。結婚了嗎？結了？對啊，結婚多長時間了？我跟他認識不到半個月就處對象，後面也是不到1年結了婚，到現在結婚才半年吧。一開始他對我挺好的，他當時追我追得可猛烈了，像什麼奶茶咖啡天天往我上班的地方送。但是我發現他婚後就完全就大變樣了，我就覺得他做的這些婚前婚後的行為不一致，他就是為了騙我跟他結婚生個孩子。你看看你說出來他們都不相信。不見得你們說一说，我們還沒聽呢。我覺得你又沒事找事兒，好吧。他特別摳門的地方有非常多，最誇張的就是剛領證那天，他就已經開始摳門了，開始節約錢了。怎麼了？當時他問我想要什麼新婚禮物，那我說有個包喜歡很久了，大概1萬多塊錢吧。後面他在網上買之後，我才發現他送我的是個假包，那個還有400多塊錢的我沒買呢，我買的是1000多的，好吧，我節約了9000多塊錢，我們以後用不好嗎？啊，那個是全網最高定制的版本，那不就是假的嗎？就是假的呀，還在是真的，和他發給我照片一模一樣啊，外觀造型都一樣的。嘴那麼一样概念呢？你怎麼特別能夠詭辯？而且不止這一點很摳，他之前還騙我說婚房，我們結婚後要在房子上加上我的名字。結婚半年到現在，每次我一提到這個事情，他就是轉移話題，說什麼今天媽媽不在家，明天啊人家不上班，今天我上班沒時間，就是半年我不信啊，有半天他是抽不出來的。為什麼要媽媽在家？本來這個房子就是
在我媽媽名下的，沒有在我名下。然後我就給他說，我說後面給你加名字，然後咱仨就一塊兒去。結果就因為我和他的工作，咱倆時間婚前婚後都沒有湊到過一起，就沒有時間去。那好不容易有一天去，結果呢，辦證那個地方要星期六、星期天，人家不上班就沒法。所以說這個事情就拖着，而且我媽也說了，我們倆結婚太快了，就往後面再長久一點，再去給你加，但又沒有說不給你加呀。你媽媽同意加名字這事兒嗎？同意啊。同意啊。對啊。我們那個有一段婆婆的採訪，咱聽聽婆婆怎麼說的啊。阿姨您好，我們聽說這個小張說結婚之後要把這個婚房加上小王的名字，到現在但是這個事兒呢一直都沒有落實，我們是想問一下，這個事兒是卡在什麼問題上了呢？呀，我怎麼不知道這個事兒啊？沒人跟我提過呀。他們倆就是談朋友之前也沒說過這個事兒，結了婚過後也沒有提過這個事兒。然后那個房子是我的名字，我又沒有房貸，我是全款，為什麼要加上他的名字呢？你就是個騙子，太惡心人了。我媽那邊我不得做思想工作嘛？你這個又不是幾百塊錢，又不是幾千塊錢，這一套房子在成都呢，3環呢，我得給他也做思想工作啊，而且我又沒說不加呀，早晚都得加呀。提前跟他說清楚啊，說我媽還不知道呢。女人真的是现在越來越物質了，結了婚之後。等會兒，你騙沒騙他？沒有騙他呀。你剛剛說你媽媽同意。你媽媽剛剛說她都不知道這事兒，在這一點上，你騙沒騙你妻子？我沒有騙她呀。行嘞，睜着眼說瞎話，太會演了。等一下，姑娘別着急，房子是你們的婚房嗎？就拿了我們倆住的。說了要加名字，肯定會加的。而且你再退1萬不說，就幾十年之後那房子還不是咱的，這個有啥吵的？就是幾十年以後，肯定這房子加名字，我们聽明白了。但是我在乎的現在都不是房子的名字的問題了，是你騙我，你為什麼不跟我說實話呢？而且彩禮的事情我們也吵了無數回。怎麼了？就之前我們結婚的時候，他來問我們家這邊習俗彩禮要的是多少，我說我們家親戚要嗎？18萬8、28萬8、38萬8都有啊。那我覺得就看家庭的一個條件嘛，而且這筆錢是拿給我倆當儲蓄金用的。他說回去商量一下。商量好的結果就是我家只有8萬8，多了1分沒有，要不然就不結了，就這樣逼我。但我又對他又有感情，覺得不可能說不結婚吧，我跟我父母嘴皮子都磨破了，他一點都沒看在眼裡，最後還不就8萬8結了婚。但是他轉頭就去跟他朋友吐槽，說什麼現在女人真金貴，還18萬8都來了。我們倆之間的事兒，結婚的事兒，我從來沒有給我朋友說過。你說話真的特別難聽，一個字兒都沒有提過，好嗎？我今天就把證據給帶來，因為他就是這種人，不把證據甩他臉上，他打死都不會承認。甩到臉上也不承認，這不就明明就說的是我嗎？這是一個群哈。我還真就想不明白了，為什麼結婚男的就得給彩禮呢？一給就給那麼多，我當年也沒少給了10W。我聽說誰結婚就沒給彩禮，嗨，給多少那都看自己嘍。還有人結婚給40、50的，那要娶女明星給多少我都樂意。那人跟人還不一樣呢，人家娶的誰？那每個人都那麼金貴嗎？這不就說的我嗎？就差把我身份證號碼報出來。上面有你名兒嗎？有你名兒一個字兒嗎？我請問了，你為啥要對號入座呢？你覺得太奇葩了，到現在還在那胡攪蠻纏，還在狡辯。你就覺得，你在我這兒要少了是吧？虧了，對不對？現在，就這個意思嘛。給了嗎？給了。你要說彩禮，那我嫁妝呢？1分錢沒有。婚前我們談好的，那他知道我家條件一般，我說我們這邊拿不出嫁妝，他當時當家庭所有人面都說沒事兒，特別大方，沒有就無所謂吧。他說他們男方那邊都包完，那你咋不是酒席呢？你當時跟我說了多少？你當那麼多人說2、3桌，我們家只有沒多少親戚，一般都是在外地啥的。那好，那結婚當天你知道來了多少嗎？來了13桌，一桌就2000塊錢，那算下來不是2、3萬的嗎？你太奇葩了！就想要錢嘛，他現在還在計較這個錢的問題。那人家親戚來參加婚禮。我不讓他進去吃飯嘛？我說你家來多了，你還不是就覺得有人給你兜底兒了，有人買單了？節約的錢都不止這2、3萬了，他眼裡就只看得到他自己給了多少錢。像我們結婚，我就想方設法想節約一點錢。那像我們婚禮的所有策劃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婚禮的一個布置是我穿我朋友一起來布置的，主持人我都沒有請，我請我朋友來主持，台詞是我自己寫的。結婚前馬上凌晨了，我還在剪我們婚禮當時要用的背景音樂，台詞我還在那兒對接那個台詞本。他什麼都不管，
他只看着他自己給了多少錢，他家裡人給了多少錢。我幹的這些不都是為了你節約錢嗎？那不也挺花錢的嗎？咋沒花錢呢？你倒好哈，攝像一個不行，得要倆，那大幾千、大幾萬塊錢不是花出去了嗎？還沒要錢，你就選比，和你那親戚比，你姐姐18萬8，你大姑二媽38萬8，你就比，你就和你那姐妹比、閨蜜比，那你咋不和明星比呢？我真心覺得你老婆脾氣挺好的，真的。婚禮的事兒就不說了吧，現在婚都結完了，反正這麼艱難曲折也都嫁了嘛，對吧？你自己要嫁的嘛，那怎麼辦呢？那你怎麼說他是媽寶男呢？婆媳關係也不好嗎？對，因為當時。我是不急着結婚的，我才23歲，說實話才大學畢業剛1年左右。就是他媽私底下找我說，我兒子明年27、28了，該結婚了。你這麼小，你要是不打算明年結婚的話，你就離開我兒子。當時我就覺得我特別愛他，當時他對我真的還結婚前挺好的，我覺得這個還蠻靠譜的。但是結了婚之後就是大變樣，就完全辜負了我的信任。那咱倆耍朋友不就是奔着結婚去的嗎？那不以結婚為目的的耍朋友，不就是耍流氓嗎？他媽媽也非常奇葩，大早上的，我倆在睡覺呢，因為晚上我們直播結束之後就是很晚，我們要補覺，直接就推臥室門進來，門都不敲，一點邊界感都沒有，非常不尊重人。他进他家，他需要敲門嗎？我請問呢，你进你自己家，你要敲門嗎？你不奇怪吗？这是卧室门啊，需要。婆婆和你們住在一起是吧？不住在一起，但是他就放心不下他兒子，經常就是過來看他，哎，幫忙打掃衛生，就覺得對呀，他敲門早上起來叫我們倆吃早飯了，叫我們倆起來啊，起來了拖地，人家要打掃衛生，你就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幫忙一起，都已經很好了。我就問一句啊，如果是他媽媽說想幫你們也收拾收拾，他媽媽推門就進臥室，你正光着膀子在床上坐着，你舒服不？我没啥意思，没啥意见，无所謂是吧？他覺得他男的無所謂。哎呀，我覺得太不要臉了。而且也不是沒有穿衣服啥的，就蓋了被子的，睡衣也穿着的。除了這些矛盾之外，其他的你們兩個人真的在一起，感情怎麼樣啊？感情本來挺好的，就是後面他變了。結了婚之後，你才是真的變了個人。我感覺我娶的不是一個老婆，我娶的是個監控回家，知道嗎？你就是個變態，瘋狂的控制我。結婚之前就說了好好的，就自己該咋就咋。錢啊，真的就自己花，要給你花也給你花，對不對？那結了婚之後，沒想到非常的離譜，非要去弄個什麼親密付，還要求我把所有的銀行卡都綁上去。那買個3塊錢的礦泉水，他都得馬上打電話來問一下你買了啥，就這麼離譜。那夏天口渴喝個水咋了？我覺得太離譜了。然後有一次還和我朋友出去吃飯，我朋友就當時請我吃飯嘛，然後我說要不然就請大家一起洗個腳嘛，反正時間還早，大家放鬆一下。剛剛給了這個訂單，馬上就視頻來了，慢點接還不行，馬上就劈頭蓋臉的罵你在哪兒？你為啥不回消息？就這種，我就得拿着手機在那個房間裡面轉，床底、屋背後、門後面、縫縫裡面全部得看完，就真的整得我非常沒有面子。我朋友也在嘲笑我，我就感覺沒有一點點尊嚴，在外人面前他沒有給我面子的，就這種。像他說這個親密付的問題，完全他就胡扯。因為結婚前他也說的，結婚後我的工資全部給你，全部上交。到現在我沒有看過1分錢，沒有1分是花在我這兒，而且我沒有保管他任何1分錢。就提了很多次這個事情，他永遠就是在打馬虎眼。最後他就拿了一個親密付這個東西，就敷衍我。我這樣就可以看到他消費了。你大晚上的莫名其妙不回家，我是得打電話問候你吧？而且莫名其妙的1、2千塊錢花出去了，我看到這個消費記錄，我肯定要問吶。說的太誇張了。那上次團建你打視頻過來，那麼多甲方在一起，大家都是第一次合作好嗎？我都不認識，也有一些甲方的朋友過來，或者他們老婆過來、女朋友過來，我也不認識。在飯桌上，菜都還沒上桌呢，一大桌子人10來個，馬上打視頻過來，要讓我用手機挨個懟着每個人都要問這個人是誰，那個人是誰，跟你啥關係？當時也是一大桌子人，就整得我非常的尷尬，必須要把手機懟人家臉上去介紹人家，我都不知道人家叫啥名兒，我也是第一次見啊。完全是誇張了說的，我沒有讓他懟臉上，我只是問你在幹嘛，為什麼不接電話？而且本來我們這個工作帥哥美女就是很多，你經常就是不接我的電話，不回我消息啊，你去吃飯，我也不知道你是跟男的還是跟女的吃飯，我肯定要問。他給你拍了嗎？他看了，他很不爽，他最後就直接就掛了。哦，就是也看了一下，但是也不爽就掛了。你沒說必須頂臉上自我介紹是吧？對，他就是很浮誇。哎，你出去吃飯這個應酬，他會有這樣的要求嗎？
我不会，我从来没有。而且我几乎不会去应酬。好，你们俩今天谁要来的呀？他要来。你来干嘛呀，小伙子？我就觉得大家就是，其实我老婆真的是没事挑事儿，包括我平常就是工作都不说了，我的生活爱好，我平常就喜歡去健個身，然後結果呢，他健身時間也得給我克扣，就只能30分鐘、40分鐘，馬上得回家。那熱身都還沒熱完呢，就得回家了。他就覺得我和我朋友在健身房沒幹正事兒，都是借口。他說他健身練了1年多了，沒見他練出個啥來，我就覺得他就是在找借口出去逃避。而且他說他那個朋友，他什麼都跟他說，像什麼今天吃了什麼啊，刷什麼短視頻刷的好笑的分享給他，還是說今天不開心，工作遇到什麼，什麼都跟他說。啥情況？哪有說過呀？都是跟我聊的，結婚後你都跟他聊了，我過不下去這個日子了，我本來想離了算了。你是要離婚來的是嗎？對，因為他當時前2天還說想要個孩子，我說這麼多問題根本都沒有解決，還要什麼孩子？我想都不用想，就是他媽想抱個孫子。哎，還好，反正沒有孩子，乾脆就離了算了。才結婚多久嘛，他就要離婚，真的我就覺得有些時候就是小事兒就化成大事兒了。希望老師們幫我勸勸他，讓他回去好好過日子啊，跟我一起。別離婚是吧？後面不要離婚，然後就是去有個孩子。後面那到底這段關係是不是要繼續呢？我們先來問問阮先生和張女士，您覺得這個男孩怎麼樣啊？說實話，我覺得女嘉賓挺愛男嘉賓的，真的。站在女孩子的角度看，他對您真的挺好的。我老公要這個樣子，我早離800回了。哎呦，哎，您現在這麼一對比完了之後，聽別人講自己的故事，您覺得您的日子怎麼樣啊？我覺得挺好的。終於把這句話等到了。我也覺得女嘉賓愛男嘉賓更多一點。如果我是男嘉賓的話，我覺得太幸福了。有人歡喜，有人憂啊！來吧，我們聽聽老師們怎麼說。丈夫剛才說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譏毀婚姻的往往就是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堆積而成的矛盾。妻子剛才耿耿於懷，這個丈夫非常的摳門。他對自己摳嗎？他不，他老大方了。他想買什麼鍵盤，什麼都買。想洗腳就洗腳。對，1、2千的話，健身給我買個包，買個假包，還不如你洗1次腳。其實摳門有真摳門和假摳門。真摳是對誰都摳，包括自己。假摳是對誰都摳，自己除外。所以你的丈夫的摳門一覽無餘是假摳，他愛的是自己。你剛才指責你的妻子，我聽下來的感覺，這是一個沒有心機的女人，很容易被哄的女人。走進婚姻還不知道自己住的房子是在婆婆名下的。妻子現在明白了，這個婚房就是婆婆名下的，婆婆也不知情。你又說他是媽寶男，他沒有這個能力去說服自己的媽媽，你會堅持必須寫上自己的名字嗎？我不會，因為我一開始根本在乎的就不是房子，我就覺得他這張嘴說什麼都做不到。這一點我為你點讚，這就是尊嚴，這就是自己。你確實應該思考你們這一段婚姻了。生活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婚姻也沒有標準答案的，但是有2個字很重要，走進婚姻，我內心踏實。你的內心是無法踏實的。你說這樣的婚姻，還讓我們來幫你來說，好好過，不要離婚，我們生個娃。生娃是女性對自己配偶釋放的愛情的回報，認為你可信可靠，他為你生一個孩子，讓我們這個家其樂融融。你認為你們的家能其樂融融嗎？這是一個很單純善良的好姑娘。我覺得你其實真的是想要的是愛情。你沒錢我也願意嫁，只要你給我的是真心。你有錢我也嫁，只要你給我的是真愛。是不是這個道理？但是你的真心其實一直換來的都是假意。被騙了。為什麼你會被騙？你得思考。可能換成別的姑娘，不是只用耳朵去聽，而是用眼睛去看，用心去體會。你都不體會呀，你不看呀，
所以我說你是個单純的傻姑娘，你向往爱情，但什麼是愛，其實你一點都不清楚。你是被他的假象迷惑了，你覺得哇，他給我送奶茶送咖啡，他每天甜言蜜語，他接我上班陪我下班，這就是愛。真正的愛是他擁有什麼，他和你分享，他不曾擁有的，你想要的，他努力創造也要給你。所以姑娘，我覺得他不爱你，實話，你就陷入了一個自證清白的一個特別不好的這種流動。他說個什麼沒有呀，我不是為了省錢嗎？我還自己策劃婚禮，有什麼好證明的呀？你已經看清楚了他的樣子了，你證明什麼呢？他經常胡攪蠻纏，你就陷入他的胡攪蠻纏，跟他纏來纏去，沒有意義。你把他撥清楚理清楚，他為什麼之前會說我要加你的名字？因為說沒有成本，真的要加上你名字的時候，他還沒跟他媽商量呢。娶你之前甜言蜜語或者對你的殷勤關懷，他覺得他已經付出了，你嫁給他了，你更加貶值了，他更加不願意付出，連時间都不願意付出了。這個愛純不純，我們要分析清楚。我從來不勸分，但是我今天真的勸你離開他，因為他沒有對你投入出最珍貴的東西，我覺得這不是愛。男生我覺得你口才非常好，邏輯非常縝密，就他根本繞不過你，我們都插不進去話。但是男生这不是長久的生存之道，既不是經營婚姻家庭之道，也不是做生意之道。做生意都是以誠為本，更別說結婚娶妻生子了，你得拿出誠意來。我拿了誠意啊。你有什麼誠意啊？我们跟你自證，我們看起來沒誠意，好吧？你允許我看起來沒誠意吧？那可能我想錯了，但我就是認為你沒誠意。他也認為你沒誠意，他認為沒誠意就是沒誠意。你說出花來，他也沒誠意。聽懂了嗎，姑娘？我其實還挺佩服張先生的，就是他站在台上可以黑白顛倒，對，張嘴就來，就是他能夠說那個1000塊錢的包就是真的，對，就你哪來的勇氣呢？啊，他跟我圖片一模一樣的。不是，你能好好認真的，就咱哪怕有個好態度，我覺得就是作為你老婆都不會心寒。小伙子，你這樣會讓大家會覺得你人品有問題。就咱認認真真的道個歉，說老婆對不起，我就想省9000塊錢。我覺得1萬的包太貴了，咱等再多掙點錢，我給你買。咱們現在買個1000塊錢的，你哪怕能說出這話，我覺得你老婆心裡都會舒服點，至少你是個真誠的人。你連你自己老婆都騙，你說你還有誰不會騙？所以小伙子，你要考慮一下說話做事的方式，這是第一點。然後第二就是你自己也得睜大雙眼，就你可能獲得的愛不是很豐足，所以別人對你一點點的好，你就會如獲至寶。一杯奶茶，一杯咖啡，你就會覺得哇，這個男人好愛我。但是姑娘，其實這只是最廉價的愛，你誤解了愛的意義，也誤會了他在用一些套路。因為他結婚的目的很明確，27歲了，隨大溜，兄弟們都結了，我落下就丟人啦。媽媽也天天催，身邊朋友們談論的都是彩禮的錢，嫁妝的錢，我參與不了話題，我就栽份兒跌面兒了。我趕緊找一個長得又不錯，年齡又小，又聽話的女孩啊，沒房子我騙一下，好嫁。就是你又好糊弄，就幹嘛不娶你呢？說白了一句話，白來的誰不要啊？所以走到這一步，你也有很大的原因，因為你誤會了愛，誤解了愛。那既然現在有點清醒了，也知道可能大概這不是愛的樣子的時候，就及時回頭吧。小張，你現在告訴我，咱們再來一次，在房子加名這件事情上，你有沒有地方騙了你妻子？有還是沒有？我是真沒有騙他。好嘞，離婚。你記着，一個跟你當面能睜着眼睛瞎說謊的人，這事兒就離吧。那1000塊錢的包是真的嗎？是真的。離婚。你已經很明確了，睜着眼睛說瞎話，2句連着來，不帶猶豫的。男生，我覺得在你的表達當中有一個習慣，就是只要有一點是重合的，我就可以把這個一說成絕對。剛才雷老師問你的這2個問題，你都在找一點，哎，我能對得上。
那它就是真的。雷老师问你的是跟妈妈商量没有，你心里想的是我会和他商量的，但是之前有没有開這個口，你沒有直接面對這個事兒。問你那個包1000塊錢是真的還是假的，雷老師問的是那個牌子的包是賣這個價嗎？你說是真的呀，你自己本身想的也是這個包肯定也是真的，看着也像真的，反正我沒買400塊錢那個。你只尋求部分可能，你就把它再放大。我其實蠻擔心你的，因為我覺得在整個剛才台上，你給自己把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這個人設建立的不穩固，而且你有一個特別強有力的專業能力，就是我要只給，我要強輸出。一個人給的東西太密集，他就已經放棄掉了一個能力，叫溝通與共情。不管你未來你要走什麼樣的職業之路，還是你會走進一個什麼樣的婚姻之路，都會比較坎坷。因為人是在關係當中去生活，關係最重要的那把鏈條就是真誠。所以小伙子，我是覺得你要學會如何能夠從你爸爸媽媽身邊獨立出來。你成家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你是一個大人，你是有責任心的，你要讓他證明他沒有嫁錯人。接下來兩組嘉賓就請回到門後，考慮一下要不要出來。剛才其實我真想幫忙，他只要能現場承認我是騙他了，我能把他老婆勸回來。他老婆是真愛他，哎，他是真沒聽懂，他是真沒聽懂，對，我们就沒騙他，那就沒轍了。行吧，看他們自己怎麼選了。那我們要先揭曉我們今天第一組嘉賓他們兩個人的選擇啊。那在開門之前呢，要提醒一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歡迎大家登錄優酷視頻、騰訊視頻收看節目的完整內容。大家可以登錄微信去搜索我們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呢，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我們接下來看看我們第一組嘉賓他們會不會出來吧。出來之後主要是想聽聽女生怎麼說哈。來，我們一起看結果，3、2、1，請開門。這就肯定出來，不出來我到裡面把他拽出來。真的，他們應該出來，不可能。不是吧？啊？為什麼沒出來啊？人家分不開。那不出來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不夠愛我唄。還是這一出啊？必須讓所有人說你愛我唄。這個還是這一出啊？這個太意外了。我是自信滿滿他們會出來的呀，這個實在是意料之外。不是，就是個模式啊，就是人和人是相互培訓的。俩人也都挺爽，一個不能證明你不愛我，另一個不能證明我努力愛你了，爽。不會離的。看看第二組吧，還有磨合。看看第二組嘉賓，他們倆。別第二組出來了，他們出來了。哎呀，我們都白說了這話。來，如果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們想要來到我們愛情保衛戰參與節目錄製的話，可以通過登錄微信去搜索愛情保衛戰的官方的視頻號和公眾號。第二組嘉賓他們是否會出來呢？來，3、2、1，請開門。情感問題無人傾訴，渴望專業的解答與指引，即刻打開微信，掃描屏幕二維碼，添加愛寶小助理的微信號。每天晚8點，微信視頻號官方直播間，資深情感導師暖心陪伴，還可以獲得專業律師的專屬服務，為您的情感保駕護航。讓我們助您解鎖生活幸福秘籍。3、2、1，請開門。出來了。他們怎麼應該出來？不應該出來了。該出來的不出來，不該出來出來了。沒有。哎，這個好。這個是不應該出來了。哎，至少有個反思嘛。對呀。我是希望這個姐妹是想通了點啥啊。要不然的話，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日子挺難的，真的日子很難。好了，希望他們都能夠得到他們想要的幸福生活。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這一期的愛情保衛戰，我們下期再見。